今天我们的主题是 Flash Attention。Flash Attention 呢，我们需要明白我们为什么需要 Flash Attention。上一次我们讲了标准的 Attention 机制是如何在 GPU 中被计算的，但是呢，它存在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对显存的占用非常大。举例来说，假设我们现在有一个模型，它的窗口大小是 128K， 它的嵌入维度呢是4096，它的每一层的注意力层是有32头，有一个 WQ、WK、WV 的一个参数矩阵，这个是为了得到我们的 QQV 的矩阵，这里我们就一笔带过。得到这个 QQV 矩阵以后呢，因为有32个头，所以我们每一头它的那个维度就是128，也就是我们这里把矩阵要切分成更小的一个块，比如 Q1、Q2， 然后 V1、V2， 我们就得到了32套这个小的 QQV 矩阵。那每一个 QQV 矩阵它就代表一个注意力的计算。我们以 Q1、K1、V1 为例，现在我们看一下这个公式，它的第一步是 Q 和 K 做矩阵乘法，这一步其实就会得到一个注意力分数的矩阵。它做这个矩阵乘法以后，最终这一个注意力得分的矩阵可以看到是 128K 乘 128K。 那么这个矩阵其实是一个非常大的矩阵。假设我们来算一下要多少显存才能存注意力得分矩阵。首先 128K 呢就等于128乘以1024，大概是13万左右的这么一个数据量。然后我们假设这个注意力得分的矩阵里面存的数字呢，它是 FP16 的，也就是用16个比特来代表一个数字。那么16个比特也就是2个 bytes。那我们现在就可以来算一下总共需要多少了。算下来，我们把它单位换算成 GB 以后，就会发现，为了存这个注意力得分的矩阵呢，我们需要32个 G 的显存，而且要注意，我们是有32个头的，每一头都有一个注意力得分的矩阵，所以32 G 还要再乘以32，最终的结果就是1024个 G， 也就是1 TB。我们这个模型在每一层的注意力层，我们都需要1 TB 的显存来存这么一个注意力得分矩阵。显然，无论什么显卡，它都不可能有这么大的显存，而且现在的很多大模型，它的窗口长度其实已经超过了 128K 了。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的输入的长度是 128K， 但是我们这个 S 的大小是 128K 乘 128K， 所以这个 S 矩阵它存储它的容量是根据上下文窗口的长度的平方来增长的。这样一种情况下，我们标准 attention 机制其实只要是面对稍微窗口长度大一点的，就完全无能为力了。所以在实际的研究和应用的过程中，不太可能用标准的 attention 机制去实现我们的大模型。我们可以想一下怎么来改进这个方案。其实很自然的就能想到，如果我可以中间不存储这么大的一个 S 的得分矩阵，当然后面它的那个权重矩阵也一样，我如果把它变小，化整为零，我不需要一次存这么大的数据量，是不是就有可能绕过这个问题，我就不需要这么大的一个显存了。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 Flash Attention 它干的事情。那我们现在就来实际看一下 Flash Attention 是怎么来完成这件事情的。我们还是以蒹葭苍苍白露为霜为例，然后有2个头，所以有2套 QQV 的这么一个小的参数矩阵，我们就有head 1和head 2。现在我们先把注意力放在一头上，因为另一头它的操作是一模一样的。然后我们重新来理解一下这个公式它的含义，理解了这个含义后，能够方便我们直观的得出该如何
来完成这样一个任务的一个过程。首先第一步，我们还是这个 Q 和 Key 的转置做这么一个计算。那其实我们仔细来看，这一个矩阵的操作呢，其实就是这个间字它对应的这个向量和这个间字它的向量做点击，做向量之间的点击。这个间这边的这个间字就和这边所有字分别做点击，两个向量的点击其实是一个标量的数字，所以就可以得到6、1、13这么一个示例的这么一个数字。这里就是所谓的注意力得分。得到这个数字以后，我们要把它转化成注意力的权重。那注意力的权重它的原理其实很简单，把这里的得分的和总的和加起来了以后，每个数字分别除以这一个和，那就是每个这个对应的数字它占总体的比例。那这里的为了方便呢，我们就简单说它是加在一起，但实际我们看这个公式，它是做 1x， 也就是实际我们是1的6次方，这里是11的13次方，算一遍加起来的和。这里我们为了方便就把它简单加起来，就等于100，然后6除以100，当然就是6%，这里1%、13%这么一个权重。算出这个权重以后，我们看下一步，它和这个 v 在这里相乘，和 v 相乘其实是在干什么呢？它这里做这个矩阵的乘法的时候，其实就是这一个向量，这一个间的这么一个行的这么一个向量，和这边 v1 的第一个列的向量做点击，然后再和第二个列向量做点击，这个结果最后再组成一个新的这么一个行向量。所以这里我们为了方便，就直接把刚才那个行向量写成列的。写成列的以后，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算绿色的第一个框的时候，它的计算过程就是 0.06 乘以10加上 0.01 乘以20，再加上 0.13 乘以30，以此类推。其实我们可以看作我们获取的这个间字，它的第一维上面的表达，现在是从每一个字的第一维上面按这边的比例拿了一些信息过来，合成了它的第一维。第二维也同理，我们第二次做点击的时候，就这个列向量和第二个列向量做点击，它也是从所有字的第二个列向量里面拿出了一定的信息，合成了一个新的数字。所以接下来这个间字，它的表达就代表了它里面的信息包含了所有的其他的数字的信息。这里我们就能看到，我算第一个间字的时候，其实我也是需要这么一个历史的所有的这么一个 key 1的，我才能算得出来。那这里就存在一个问题，我们刚才的那个注意力得分矩阵，它是 128K 乘 128K 的，哪怕我们把每一次算的那个数的数量变小，但是这一部分我们是没办法变小的，每一次我们还需要完整的。所以这里我们自然而然就能想到，那我计算的时候能不能把这个 key 1切成多个段，把这 key 1和 v1 切成多个段，切成多个段以后，我算的时候我就一段一段的算，我先把第一段算出来，再算第二段，那是不是我每一次需要的空间就变小了？我既然每一次变的空间变小了，我就不需要个总体的那么大的一个显存的空间来支持我的这一个计算。那按照这个思路，我们就来假设，现在我们只有这么一个，我们先把这个公式先给它转化一下。最原始是这个 QKT 除以根号下的 DK， 但这里的这个不重要，因为它实际上只是为了梯度稳定，所以我们就把这一部分全部当做一个 S。 注意这里的 S 是我们的例子里面，因为只有一个字，所以它其实代表的就是一个我们刚才的注意力得分的这个分的 S。 我这里是把它写成列向量的，你如果是用矩阵那种方式，它是一个行向量。 softmax 是，你看这里公式是 EXI， 所以这里的 softmax 对 S 做操作，其实就是把每一个里面的数字都变成 E 的几次方，比如这里6就是1的6次方，这里13就是E 的13次方。好，下面这一个公式是把
这个格子里面，刚才这个向量里面所有的数字转化成 e 的多少次方的数字的和加起来。理解这个原理以后，我们就再把这个公式变一下。OK， 我们现在就用 ES 来表达，下面的就用 ES 它的累加来表达这个和。V 还是我们之前这边的 V1。那么现在可以想到的一点是，我这下面其实是一个标量的和，在除以我的这个得分的矩阵里边的每一个数字。那其实你看，我们完全是可以把这个 V 提到它的上面来的。我们先做这里的一个矩阵乘法，就是这里的 S 和 V1 的矩阵乘法，得到小的以后，我们再用这个总的和分别除以这个小的向量里面的每个数字，那其实它的结果是不会变的。那为什么我们要干这么一件事？其实这也是为了方便 GPU 里面的计算，因为我们把这个除法放到最后来计算是更好的。好，下一步我们就来总体再过一下。我们一开始是有一个 Q1， 有一个 K1， 有个 V1， 现在有一个尖字它的分数注意力分数算出来以后，再算注意力权重算出来了以后，这个再和这两个列向量分别做点击，就得到了最后的这么一个尖字。下面我们就把这个 K1 和 V1 呢切成两段，以后，为了方便，我们还是用一个字举例，当然实际中可能运算的时候不止一个字，这个我们放在后面再来说明。一个字的情况下，首先我要算 K1A 和 V1A， 这个算出来我就可以得到这么一个格子。算出来了以后，我还要算 K1B 和 V1B。按照我们同样的流程来看，我们就来过一遍。假设我们第一次算就只用 K1A 开始算，按照这个公式，我们当然可以得到这么一个注意力得分。得到了以后，因为我们是 softmax 是 E 嘛，所以我们就是 E 的10、E 的20、E 的30、E 的40。好，这里就是我们实际softmax 以后它的每一个格子里面的数字了。这些数字累加起来有一个累计1。这里为了方便我直接写的60，但实际它肯定是不等于60了，就是为了方便写了个60。下一步我们就 VA 过来了，我们当然就是这一部分的和这一个的这两个列向量做点击。我们那个公式里面，如果你是用矩阵那种写，这里就可能这里写的是一个那种横条行向量，做矩阵乘法，行向量好，这个乘再和这个乘，这里是一样的。下面这一步，我们其实就已经把我们刚才的切开了，这里就写成了 ES1A 加上 ES1B 乘以 V。下面我们的这个公式是要它的和，第一段我们当然这就是这里的累计1了，就等于这里的。第二段我们还没算出来，这个公式再展开一下，那第一段这里和做矩阵乘法，所以就是这一部分。好，这里就是我们刚才说的累计1，这两个部分其实就是算出来了。算出来了以后，我们就直接把这些东西全部扔掉，也不什么写回去了，直接就扔掉就可以了。现在我们就得到了这么一个结果，然后再加上一个累计的结果。换成公式上面呢，就是把这个对应位置就替换掉了。那为了算出这种结果，其实我们就只需要把这两个算出来，是不是问题就解决了？那我们看下一步我们就来到了 K1B 了。K1B， 然后这个尖字还是一样的，没变。我们可以算出一个得分 S1B。S1B 算出来了以后，我们当然就按照 softmax 的那个算法，还是有一个 E15、E5、E8、E14，再算出来了有个累计2，这里还是方便，我直接写了个40。算出来了以后，其实我们下一步就是 V1B 过来，我们就直接把这个行向量和第一列做点击，和第二行做点击，得到第二个结果。得到的结果，我们也全部就在中间的这些东西都可以扔掉了，我们就同时把它替换掉。你看是不是我们最终其实还是成功的算出来了这么一个结果，和我们一开始算出来的这个尖字
就用完整的 key 和完整的那个 v1 算出来，其实结果是一致的。这里就是这个 flash attention 的一个思想了。我们先继续往下看。OK， 这里我们再总体看一下刚才这2种方式的计算。第一种是我们这种可以说是流式处理或者分布处理的，一小块一小块处理的，就用这么一个公式就可以最终算出来。然后这里是一个整体的处理，要用完整的 K1 和完整的 V1 来算。显然第一种是更加的省存储的，但是呢，其实在实际的算法层面啊，它的那个公式不是 EXI， 而是 EXI 减去一个 M。 这个 M 呢，代表的就是刚才整个得分里面最大的那一个数字。比如这个完整的这一段里面，其实最大的就是这个18就是这个 M。 但现在问题在于，我们是把它切成了2段，切成2段以后，当第一段进来的时候，其实我是看不到得分的第2段的，所以对于这个 M， 我就只能认为它最大是12，而第2段的时候我才知道它是18。那这就是和刚才那个公式很大不一样的地方。那这个问题我们怎么解决呢？我们其实也很巧妙，我们继续往下看。首先假设我们现在只拿到了第1段，拿到第1段以后，我们按照这个公式，那就是最大值是12，这个就是10减去12，这里就是-2，就是1的-2， 1的-5， 1的0， 1的-2，这个就是我们实际去算的时候这么一个数字。这里补充一下，它为什么要这么算？其实本质上是因为它不想有溢出。你比如说，假设我们这里数字比较大，比如它是 e 的最大的数字可能到100，那这 e 的100次方，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数值，其实根本是存储不下来的，会溢出的。那这种情况下，我们为了避免溢出，我们就把这一组数中最大的那个数提出来，然后减去它。那最大的那个数相减，其实它是10，其实就不会溢出了。当然会出现非常小的数，比如 e 的什么-50次方，实际就变成0了。变成0，它不会导致后续的训练就训练不下去，所以是可以接受的。OK， 说完这个必要性呢，我们再往下走。我们现在第1段 V1A 也过来了，这里为了更直观，我给它填了一些示例数字，比如这里2列1、2、3、4、5、6、7、8，然后我们就开始算这一部分，就是这里的 ES1A V1A 这一部分。那我们把它算一下，其实就和刚才一样，我们得到了一个航向量。第一个数字就是1的-2乘以1， 1的-5乘以2，这里是310。第2个格子就是这一个列向量和后面这个列向量，它做点击。我们再记录一下它的累计值，那这里的累计值就是这几个累计值加一起。OK， 加一起以后，我们第一步还要我们和刚才不一样的地方还要记录一下 M。我们在这一步里面找到的 M 是12。好，这第一次计算就结束了。结束了以后，我们就进入到第2段。第2段来了一个得分 S1B， 那刚才按照那公式也是同理的，我们要把它最大值是18，所以15减18，它就是一个 e 的-3。我把它全部转化了以后呢，同理还有一个 V1B，V1B 有了以后呢，再去就可以得到这么一个航向量。这个航向量每一个数字计算过程就是这样的，就不赘述了。然后累计值呢，那加起来我们还要记录一个 M18。 OK， 这样我们其实就得到了这2次的结果。我们来比较一下这2次的结果。这2次的结果最大的不一样呢，是在于我算这个 EXI 减 M 的时候，2次的 M 是不一样的。所以这2次 M 不一样，导致这2次的计算的结果其实是没办法直接加在一起的，因为它的底层不一样的。就比如我们这个例子为例的话，第一次我们是 x 减12，第2次是 x 减18，相当于这2次公式它的那个数值是不一样的，所以是不能够直接加在一起的。但这里呢，我们这个指数的运算有一个特点，你看它这里 EX 减18其实等于 EX 减12，再
上面再减去一个6，那就最终等于 e(x 减12)再乘上一个 e 的负6次方。那有了这么一个原理以后，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好玩的结论。其实我们就可以在第一次的这个计算结果上乘以一个 e 的负6，因为这里我们的这结果其实是已经算出来了的，是一个数字了，我们是没有保留之前的那些基础的那些数据嘛。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乘一个1的负6次方，你看这里乘进去，这就1的负8次方，那负8次方乘进来，其实就相当于这里减了一个6，那其实我们就可以把这2次计算，它那个公式里面 e(x 减18)都变成一样的了。这里后面这个数值你的同理，我们再给它乘一个1的负6次方，这个累计值也是一样的，累计值就是把那几个值简单加起来，在里面再乘一个1的负6次方乘进去，其实它的就变换成一样的了。变换成一样的以后，我们当然这个结果就是可以进一步处理的了。这里的 e 的负6其实它可以认为它就是一个缩放的系数。有了这么一个缩放的系数，我们就能把这分段的2次的计算给统合起来。我们就可以先算第一段，然后再算第二段。如果发现第二段的时候，我们那个 m 是一个更大的数，我们就用这个系数去给它进行一个缩放，那么第一次的结果就也变成了相当于用第二次的这么一个大的 m 算出来的结果。这里呢 m 呢其实就等于第二次，如果第二次减去第一次，如果大的这里就是18减去12就是6，那在6和0之间再取一个最大值，那当然就是6。那如果第一次是18呢，这个时候如果你的这2次计算都发生在一个 SM 里面，那其实这个 m 始终代表最大的那个值，也就是18，所以第二次你会直接用18来算。这个公式更偏重于说第一次你遇到一个更小的，第二次遇到一个更大的，所以我们就把1的负 m 这样一个表示加到第一次的上面，这就是它的这么一个缩放的一个理念，它的核心就是这样的。刚才讲的这些其实在 Flash Attention 里面叫做 Online Softmax， 更细节的东西大家可以参考更多详细的资料。可能刚才讲的东西会有一点抽象，我们下面举一个实际一点的小例子，看一下它在 GPU 里面的计算过程，方便大家理解。首先我们还是这个例子，我们这个 HBM 里面已经准备好了2套的 QQV 的参数，我们会有 Error Cache 去把数据从 HBM 读过来，我们还会有 GPU 里面的SM 的计算单元，这里有4个。首先我们因为是2头，我们先按照分头来行动，也就是说我们前面这2个 SM 来处理第一头的数据，后面2个 SM 处理第二头的数据，它的过程是完全一样的，所以我们把注意力放在第一头。我们首先可以把这个按字数上来分一下，也就是说让这个第一个 SM 处理前4个字，让第二个 SM 处理后4个字，所以我们把这个 Q 先加载到这个 SM 里面，这里加载以后其实直到最后算出来它都不会被释放了。我们按照刚才那个说法，就把 Key 1的第一节前面这4个 V1 的前面4个读取到这个缓存里面。这2个 SM 处理它的逻辑也是相同的，我们需要把第一段的 K1 加载到里面，按照公式，我们这个公式去算注意力的得分了。注意看，这里是一个4×2的，这里是一个4×2的，它的转置就是2×4的，所以最终的结果是一个4×4的这么一个得分的这么一个矩阵。这个矩阵其实是一个非常小的矩阵了，相比于 128K。 得出这个矩阵了以后，我们前面的数据其实就可以直接删掉了，或者说直接释放掉，因为我们的 SM 里面空间比较小嘛。然后呢，下一步我们重点来看一下，我们这里的每一个它的行代表什么。这里的尖字过来
其实这一行就是代表的这个间字，它相当于每一个字的这么一个得分的一个情况，也是我们前面讲的第一步算得分矩阵的时候，这个加字同理仓都是这样的。下面这个是白字相对于前4个字的每一个字它的一个得分，按照这个公式这里我们不是有个公式嘛？那下面是把那个得分作为指数 e 的一个得分，算出来。这里呢，我们每一个字，它当然同理就会得到一个我们刚才讲的那个 M1，用来记录它那个数字最大的那一个。同理，我们还会得到这每一个字它的算出来的以后它的一个和，也就是我们刚才那个累计。其实你按照行来看，这每一行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每一个字，只是这里是矩阵操作，所以是4个字同时在算。OK， 这算出来了以后呢，下一步我们把 v 第一段的这个 v 加载到里面。第一段的这个 v 加载到里面以后，按照这个公式，我们算算这儿了，算这个 e 和这个 v 的结果，算出来会得到这么一个结果。这里的其实注意看，这里其实每一行它就对应着这么一个字转换过来的。OK， 算出来以后，其实中间的很多东西都可以扔掉了，就不用占着空间了，全部就扔掉。那现在在这个 SM 里面，我们就只存了这么一点小数据。那同理了，接下来的话呢，就是把这个第二段的这个 key 和 v 拿过来，同理加载进来，算第二次的这个得分矩阵，然后第二次计算呢，同理也会得到一个新的这么一个新的这么一个矩阵，同理新的一个 M2， 还有一个累计值，第二次的累计值，这2次的数据我们就可以做一个处理。当然这里算完了以后 Q 也不需要了，也可以扔掉。我们来看一下这里面代表什么，这个是代表我们看一行，其实就是代表这一行第二次结果。我们刚才不是有个 M1 嘛，这第一个格子，这边的 M2 的第一个格子，这2个格子如果按照刚才的这个公式，如果 M2 是要更大，那我们就要把这个 ACC 这个1的这一个数字做一个参数的缩放，同理还要对第一次的这么一个这个格子里面的结果进行一个缩放当然第二行就对应着这边第一行，每一行的操作其实就是我们刚才讲的每一个字的操作。这样操作这样缩放了以后，如果需要的话，那这2个数字这2个矩阵就可以加一起了。这边的 ACC 也可以起，加一起以后，我们再来看这里呢，就代表这一个字，它最终的一个公式里面上面这一部分就加完了。加完了以后，它这个黄色格子就代表公式下面的这个和。那我们只要把每一个格子里面的数字都除以它对应的这个行的这一个数字，那最后我们得到的这么一个结果，其实就是我们最终想要的结果。那最终得到结果以后，我们把这个结果给它再拿到 L 的 cache 里面。注意看，这里和我们上一次讲的就有很大的不一样。上一次我们讲的是，我们做了那些计算以后，我们中间过程是需要把刚才那个说的那个巨大的注意力得分的那个矩阵写回到这个缓存里面，然后最终再完全的在 HBM 里面再存下来。这里的话，我们中间那些过程其实都零零碎碎的在 SM 里面被处理掉了，处理掉以后马上就扔掉，它并不会存起来，所以这就绕过了我们刚才讲的，它需要什么一个 TB 的这么一个显存来存这个参数矩阵，最终它返回出来的就是结果。同理，我们下面这2个就是算第二头的操作也是一模一样的。结束了以后，我们就会得到下面这2个第二头的结果，再把这个结果完全的
拼接一下，第一头、第二头拼起来，这是第一头，这是第二头，再把一、二头、两头拼起来，那其实就得到了我们一个和上次我们讲的最终结果完全一样的这么一个结果。这个完整的流程就叫做 Flash Attention。我们最后来看一下它的计算时间和 I/O 时间。可能有人会问，现在把这些计算拆得这么碎，相比之前呢会有很多次的计算，那这样会不会让总的时间变多呢？其实恰恰相反，这种算法反而让这个总体的时间花得更少了。这个是因为我们的时间是包含两部分，一部分是计算时间，也就是我们的 GPU 它的那些 Tensor Core 的计算核心它花的时间，第二部分是这些数据在显存里面，在那个 GPU 的 SRAM 里面传递所需要的时间。标准的 attention 机制的它的 I/O 时间是很大的，因为中间我们讲有1个 TB 的数据，它要传到那个显存里面，再从显存里面再读回去，这也对 GPU 的它的显存带宽有非常大的要求。显存带宽成为了瓶颈，大部分的时间都是堵着的，都是在运输这些数据的。我们的 GPU 的计算单元反而一直在这空闲。那第二种方式，我不需要传这么大的数据了，虽然次数更多了，但是因为没有那么大的 I/O 的时间，所以总体的时间反而是要更少的。OK， 我们来简单总结一下 Flash Attention 呢，它没有改变我们原本的注意力的这个公式，它只是在从硬件这个计算的角度做了一次优化。它不同于比如这种线性注意力改了公式，所以它效果上和原本的公式是几乎没有什么差别的，保证了这个效果好。它的核心原理呢，就是把这个数据拆成零碎的，就我们刚才讲的，这里我们是拆成2段，在实际中你当然还可以拆成更多段了，拆成很多段，原理也是一样的。然后呢，拆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实际有一个问题，就是这个 M 的问题，因为实际的运算过程我们不是要减去个那个大 M， 那这2段它的 E 多少就不一样。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刚才讲的这个 M 的这种方式来得到这么一个缩放的这么一个参数。有了这个缩放参数以后，我们不同时间段算的那个数据也可以统合起来了。这里是分成了2段，你当然可以分成更多段，原理呢也是一样的，找那个最大的。这样造成的结果，我们就不再需要那么大的显存空间了。刚才那个例子里面要1 TB， 那现在其实完全不需要了。然后这样呢，不仅它不会拖慢它的速度，反而会加快它的速度。这是因为硬件上面大部分的开销都在 I/O 上面，而不是在我们的计算过程。OK， 这就是我们讲的这个 Flash Attention。下一次我们来讲一讲模型的量化。如果觉得不错的话，别忘了一键3连，点点关注。再见。